我们恭请蔡英文总统发表就职演说。At this time, let us all welcome President Tsai Ing-wen to give her inaugural address. We'd like to remind our distinguished foreign guests on the main stage to put on your headsets for your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. 各位友邦的元首与贵宾，各国驻台使节及代表，现场的好朋友，全体的国人同胞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加拜加拜。就在刚刚，我和陈建仁已经在总统府里面正式宣布、正式宣誓，就任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与副总统。我们要感谢这块土地对我们的栽培，感谢人民对我们的信任，以及最重要的，感谢这个国家的民主机制，让我们透过和平的选举的过程，实现第3次政党轮替。并且克服种种不确定的因素，顺利度过长达4个月的交接期，完成政权的和平移转。台湾再一次用行动告诉世界，作为一群民主人与自由人，我们有坚定的信念，去捍卫民主、自由的生活方式。这段旅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。亲爱的台湾人，我们做到了。我要告诉大家，对于1月16日的选举结果，我从来没有其他的解读方式。人民选择了新总统、新政府，所期待的就是4个字：解决问题。此时此刻，台湾的处境很困难，迫切需要执政者义无反顾地承担。这一点，我不会忘记。我也要告诉大家，眼前的种种的难关，需要我们诚实的面对，需要我们共同的承担。所以，今天的演说是一个邀请，我要邀请全体国人同胞一起来，扛起这个国家的未来。国家不会因为领导人而伟大。全体国民的共同奋斗，才让这个国家伟大。总统团结的不只是支持者，总统该团结的是整个国家。团结是为了改变，这是我对这个国家最深切的期待。在这里，我要诚恳地呼吁，请给这个国家一个机会，让我们抛下成见，抛下过去的对立，我们一起来完成新时代交给我们的使命。在我们共同奋斗的过程中，身为总统，我要向全国人民宣誓：未来，我和新政府将领导这个国家的改革，展现决心，绝不退缩。未来的路
并不好走。台湾需要一个正面迎向一切挑战的新政府。我的责任就是领导这个新政府。我们的年金制度如果不改，就会破产。我们僵化的教育制度已经逐渐与社会脉动脱节。我们的能源与资源十分有限，我们经济缺乏动能，旧的代工模式已经面临瓶颈，整个国家急需要新的经济发展的模式。我们的人口结构急速老化，长照体系却尚未健全。我们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低落，完善的托育制度始终遥遥无期。我们环境污染问题仍然严重，我们国家的财政并不乐观，我们的司法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，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困扰着所有的家庭，我们的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，我们的社会安全网还有很多的破洞。最重要的，我要特别强调，我们的年轻人处于低薪的处境，他们的人生动弹不得，对于未来充满了无奈与茫然。年轻人的未来是政府的责任，如果不友善的结构没有改变，再多个人精英的出现，都不足以让整体年轻人的处境变好。我期许自己在未来的任期之内，要一步一步从根本的结构来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。这就是我想为台湾的年轻人做的事。虽然我没有办法立刻帮所有的年轻人加薪，但是我愿意承诺，新政府会立刻展开行动。请给我们一点时间，也请跟我们一起走上改革的这条路。改变年轻人的处境，就是改变国家的处境。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没有未来，这个国家必定没有未来。帮助年轻人突破困境，实现世代正义，把一个更好的国家交在下一个世代的手上，就是新政府的重大的责任。要打造一个更好的国家，未来新政府要做好几件事。首先，就是要让台湾的经济结构转型，这是新政府所必须承担最艰巨的使命。我们不要妄自菲薄，更不要失去信心。台湾有很多别的国家没有的优势，我们有海洋经济的活力和韧性，务实可靠的工程师文化，完整的产业链，敏捷灵活的中小企业，以及永不屈服的创业精神。我们要让台湾的经济脱胎换骨，就必须从现在起就下定决心，勇敢地走出另外一条路。这一条路就是打造台湾经济发展的新模式。新政府将打造一个以创新、就业、分配为核心价值，追求永续发展的新经济模式。改革的第一步，就是强化经济的活力与自主性，加强和全球以及区域的连结，积极参与多边及双边的经济合作及自由贸易谈判，包括 TPP、RCEP 等，并且推动新南向政策，提升对外经济的格局及多元性，告别以往过于依赖单一市场的现象。
除此之外，新政府相信，唯有激发新的成长动能，我们才能突破当前经济停滞不前。我们会以出口和内需作为双引擎，让企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互为表里，让对外贸易和在地经济紧密连结。我们会优先推动5大创新研发计划，借着这些产业来重塑台湾的全球竞争力。我们也要积极地提升劳动生产力，保障我们劳工的权益，让薪资跟经济成长能够同步的提升。这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，我有决心，也有沟通能力。我们已经有系统性的规划，未来会以跨部会联手的模式，把整个国家的力量集结起来，一起来催生这个新的模式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，我们不要忘记对环境的责任。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国土规划、区域发展，还有环境的永续相互结合。产业的布局和国土的利用，应该抛弃零碎的规划和短视近利的眼光。我们必须追求区域的均衡发展，这需要中央来规划整合，也希望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区域联合治理的精神。我们也不能再像过去无止境地挥霍自然的资源及国民的健康。所以，对于各种污染的控制，我们会严格把关。我们更要让台湾走向循环经济的时代，把废弃物转换成再生的资源。对于能源的选择，我们会以永续的观念去逐步调整。新政府会严肃看待气候变迁、国土保育、灾害防治的相关议题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，我们也只有一个台湾。新政府必须要承担的第2件事情，就是强化台湾的社会安全网。这些年，几件关于儿少安全及随机杀人的事件，都让整个社会震惊。不过，一个政府不能永远在震惊，它必须要有同理心。没有人可以替受害者家属承受伤痛，但是一个政府，尤其是第一线处理问题的人，必须要让受害者以及家属觉得，不幸事件发生的时候，政府是站在他们这一边。除了同理心之外，政府更应该提出解决的方案，全力防止悲剧一再的发生。从治安、教育、心理健康、社会安全、社会工作等各个面向，积极把破洞补起来。尤其是治安与反毒的工作，这些事情，新政府会用最严肃的态度和行动来面对。在年金的改革方面，这是攸关台湾生存发展的关键改革，我们不应该迟疑，也不可以照进。由陈建仁副总统担任召集人的年金改革委员会，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。过去的政府在这些议题上曾经有过一些努力，但是缺乏社会的参与。新政府的做法是发动一个集体协商，因为年金改革必须是一个透过协商来团结所有人的过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召开年金改革国是会议，由不同阶层、不同职业代表，在社会团结的基础上共同协商。1年之内，我们会提出可行的改革方案，无论是劳工还是公务员，每一个国民的退休生活都应该得到公平的保障。
另外，在长期照顾的议题上，我们会把优质、平价、普及的长期照顾系统建立起来。和年金改革一样，长照体系也是一个社会总动员的过程。新政府的做法是由政府主导跟规划，鼓励民间发挥社区主义的精神，透过社会集体互助的力量，来建构一套妥善而完整的体系。每一个老年人都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社区，安心地享受老年的生活。每一个家庭的照顾压力将会减轻。照顾老人的工作不能完全让它成为自由市场，我们会把责任扛起来，按部就班规划与执行，为超高龄社会的来临做好准备。新政府要承担的第3件事情，就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这是议题上，新政府会持续和公民社会一起合作，让台湾的政策更符合多元、平等、开放、透明、人权的价值，让台湾的民主机制更加的深化与进化。新的民主机制要能够上路，我们必须先找出面对过去的共同方法。未来，我会在总统府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，用最诚恳与谨慎的态度来处理过去的历史。追求转型正义的目标，是在追求社会真正的和解，让所有的台湾人都汲取那个时代的错误。我们将从真相的调查与整理出发，预计在3年内完成台湾自己转型正义调查报告书。我们将会依据调查报告所揭示的真相，来进行后续的转型正义工作，挖掘真相，弭平伤痕，厘清责任。从此以后，过去的历史不再是台湾分裂的原因，而是台湾一起往前走的动力。同样，在公平正义的议题上，我会秉持相同的原则，来面对原住民的议题。今天的就职典礼，原住民族的小朋友在唱国歌之前，先唱了他们部落传统的古调，这象征了我们不敢忘记这个岛上先来后到的顺序。新政府会用道歉的态度来面对原住民族相关的议题，重建原民史观，逐步推动自治，富裕语言文化，提升生活照顾，这就是我要领导新政府推动的改变。接下来，新政府也会积极推动司法改革，这是现阶段台湾人民最关心的议题。司法无法亲近人民，不被人民信任，司法无法有效打击犯罪，以及司法失去作为正义最后的一道防线的功能，是人民普遍的感受。为了展现新政府的决心，我们会在今年10月召开司法国是会议，透过人民实际的参与，让社会力进来，一起推动司法改革。司法必须回应人民的需求，不再只是法律人的司法，而是全民的司法。司法的改革也不只是司法人的家务事，而是全民参与的改革，这就是我对司法改革的期待。新政府要承担的第4件事情，是区域的和平稳定
与发展，以及妥善处理两岸关系。过去30年，无论是对亚洲或是全球，都是变动最剧烈的时期，而全球及区域的经济稳定和集体的安全，也是各国政府越来越关心的课题。台湾在区域发展当中，一直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。但是近年来，区域情势快速变动，如果台湾不善用自己的实力跟筹码，积极参与区域的事务，不但将会变得无足轻重，甚至可能被边缘化，丧失对于未来的自主权。我们有危机，但也有转机。台湾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和区域中许多国家高度的关联跟互补。如果将打造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努力，透过和亚洲乃至亚太区域的国家合作，共同形塑未来的发展策略，不但可以为区域的经济创新、结构调整和永续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，更可以和区域内的成员建立紧密经济共同体的意识。我们要和其他的国家共享资源、人才与市场，扩大经济规模，让资源有效利用。新南向政策就是基于这样的精神，我们会在科技、文化与经贸等各层面，和区域成员广泛的交流合作，尤其是增进与东协、印度的多元关系。为此，我们也愿意和对岸就共同参与区域发展的相关议题，坦诚交换意见，寻求各种合作与协力的可能性。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，亚太地区的安全情势也变得越来越复杂，而两岸关系也成为建构区域和平及集体安全的重要一环。这个建构的进程，台湾会做一个和平的坚定维护者，积极参与，绝不缺席。我们也将致力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。我们更会努力促成内部的和解，强化民主的机制，凝聚共识，形成一致对外的立场。对话与沟通是我们达成目标最重要的关键。台湾要成为一个和平的积极沟通者，我们将和相关的各方建立常态、紧密的沟通机制，随时交换意见，防止误判，建立互信，有效解决争议。我们将谨守和平原则、利益共享原则，来处理相关的争议。我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当选总统，我有责任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和领土。对于东海跟南海的问题，我们主张应搁置争议，共同开发。两岸之间的对话与沟通，我们也将努力维持现有的机制。1992年，两岸两会秉持相互谅解、求同存异的政治思维，进行沟通协商，达成了若干的共同认知与谅解。我尊重这个历史事实。92年之后，20多年来双方的交流、协商所累积形成的现状跟成果，两岸都应该共同珍惜与维护，并在这个既有的基础与在这个既有的事实与政治基础之上，持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、稳定发展。新政府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，
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的相关的法律来处理两岸事务。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，展开良性对话，造福两岸人民。我所讲的既有的政治基础，包含了几个关键的元素。第一，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与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，这是历史事实。第二，中华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。第三，两岸过去20多年来协商和交流互动的成果。第四，台湾民主的原则跟普遍的民意。新政府要承担的第5件事情是善尽地球公民的责任，在外交与全球性的议题上做出贡献，让台湾走向世界，也要让世界走进台湾。现场有许多来自各国的元首与使节团，我要特别谢谢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帮助台湾，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国际社会。未来我们会持续透过官方的互动、企业的投资与民间的合作各种方式，分享台湾发展的经验，与友邦建立永续的伙伴关系。台湾是全球公民社会的模范生。民主化以来，我们始终坚持和平、自由、民主及人权的普世价值。我们会秉持这些精神，加入全球议题的价值同盟。我们会继续深化与包括美国、日本、欧洲在内的友好民主国家的关系，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之上，推动全方位的合作。我们会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及规则的制定，坚定维护全球的经济秩序，并且融入重要的区域经济体系。我们也不会在防治全球暖化、气候变迁的议题上缺席。我们将会在行政院设立专责的能源和减碳办公室，并且根据 COP21 巴黎协议的规定，定期检讨温室气体减量的目标，和友好的国家来携手，共同维护永续的地球。同时，新政府会支持并参与全球性新兴议题的国际合作，包括人道救援、医疗援助、疾病的防治与研究、反恐的合作，以及共同打击跨国犯罪，让台湾成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伙伴。1996年，台湾第1次总统直选，到今年刚好20年。过去20年，在几任政府及公民社会的努力之下，我们成功地度过了许多新兴国家、新兴民主国家必须面对的难关。在这个过程，我们曾经有过许多感动人心的时刻和故事。不过，正如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，我们也曾经有过焦虑、不安、矛盾与对立。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对立、进步与保守的对立、环境与开发的对立，以及政治意识之间的对立。这些对立曾经激发出选举时的动员能量。不过，也因为这些对立，我们的民主逐渐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民主是一个进程，每一个时代的政治工作者都要清楚地认识他身上所肩负的责任。民主会倒退，民主也会前进。今天我站在这里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倒退
不是我们的选项。新政府的责任就是把台湾的民主推向下一个阶段。以前的民主是选举的输赢，现在的民主则是关于人民的幸福。以前的民主是两个价值观的对决，现在的民主则是不同价值观的对话。打造一个没有被意识形态绑架的团结的民主，打造一个可以回应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有效率的民主，打造一个能够实质照料人民的务实的民主，这就是新时代的意义。只要我们相信，新时代就会来临。只要这个国家的主人有坚定的信念，新时代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诞生。各位亲爱的台湾人民，我的演说就要结束了，改革就要开始了。从这一刻起，这个国家的担子交在新政府的身上，我会让大家看到这个国家的改变。历史会记得我们这个勇敢的世代，这个国家的繁荣、尊严、团结、自信和公益，都有我们努力的痕迹。历史会记住我们的勇敢。我们在2016年一起把国家带向新的方向。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，都因为参与台湾的改变而感到骄傲。刚才表演节目的中间有一首歌曲，有一句话让我很感动。这句话说：“今嘛是迄一天，勇敢的台湾人。”各位国人同胞，2300万的台湾人民，等待已经结束，现在就是那一天。今天、明天、未来的每一天，我们都要做一个守护民主、守护自由、守护这个国家的台湾人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总统，恭请总统回座。